在这等谁呢？哦，下班了哈。啊，没等谁，走吧。等谁？等文颖呗。哦，等文颖啊。秦大夫，哎，下班了哈。回来。不错啊，知道等人了。你也不能早点出来，这都让人看见，知道我在这儿等你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，别以为永远是我在等你。找我出来干嘛？哎，咱去国华商场吧。我想快结婚了，我想给你买2件衣裳。不用了，兰兰住院了，你们家的钱那么紧张，不用买了啊。咱就买2件。你过一段时间，我也不能给你买什么了。哎呀，我的衣服很多呢，真的不用买了啊。再说，你哪来的钱啊？你的钱不都给你姐姐了吗？这个你就不用问了。桂兰，你知道我今天叫你出来干嘛吗？干嘛？你看，这是我的存折，你拿去给兰兰治病吧。不，你这是？桂兰，我们都是健康人，吃的差点，穿的差点没有关系的。结婚嘛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简单点就行了啊。兰兰现在是个病人，她在病房里的心情，我们最了解了，对吗？不行，你的钱我不能要。国良，那好吧，先存在我这儿，等她需要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尽我这个做嫂子的义务。走吧。国良，来吃饭了。不了，我在单位食堂吃过。行。姐，明天去炖饺子吧。行啊，那还不简单？回头啊，咱们正儿八经的包顿饺子吃。你把蓉蓉叫上，国良，你把文颖叫上，都快结婚了，还没在咱们家吃过一顿饭呢。你叫我颖姐应该的，我看这蓉蓉就算了。不行，谁都不能少。哎，对了，国良，你跟文颖准备哪天结婚啊？大概说了一下，他妈妈的意思是定在国庆节。11啊？行啊，我同意。准备怎么办啊？我们不打算办了，到时候请几个要好的朋友聚一下就行了。哦，那也好，反正咱们家呀也正好缺钱，就是太委屈你们了。文颖不会有意见吧？不会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哎呦，那文颖是真够懂事儿的，他让他是你的福气。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回来呗，赶紧洗手吃饭。你不知道疯哪儿去了，也不按点回来。我今天我要宣布一个新闻。什么新闻？你们都不重视是吧？你不重视，那我还是待会儿再说吧。哎呀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那好，我要说了，你们吃不下饭，可别怪我提前没给你们打招呼啊。我辞职了。你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说一会儿再说吧。是空调公司把你开除了，还是你自己辞职的呀？是我要辞职的，是我把空调公司开除的。胡闹吗你？闹也闹了，反正就这样了，谁说也没用。那你这没工作了，以后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哼，凉拌。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新中国还能把我给饿死。娟子，你这样也太莽撞了。大姐是一个人说我忍着就算了，你别在旁边添油加醋的。哎呀，简直
气死我了！姐，我没想气你，我们车长怎么说的我你是没听见。要隔着国玉的脾气，早把他撅巴当柴火烧了。我们大伙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要不知道好歹嘛。为我好，你就让我舒服吃顿安心饭。你还有脸吃饭？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给我回来！坐下，吃饭。你说回来就回来了，我不吃饭了行不行？绝食。什么？你们说我是吃闲饭的？娟子，姐，你这话是不是说的太厉害了？其实你别看他满不在乎的，我觉得他心里面肯定不好受。那行吧，你先吃吧，我去劝劝他。谁也别管我，这事儿我自己负责。大哥，你结婚的时候，我送你点什么？什么也不用送，你有时间多关心关心娟子和兰兰。大姐真辞职了。他那人脾气你还不知道啊？谁要把他惹急了，他能把天捅一大窟窿。其实我也不好，帮不了家里，还老给家里添乱。兰兰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真生气了啊！行，不说了姐。哎，兰兰，我跟你说说家里的事儿，想不想听啊？想啊。郭兰跟文颖他们准备11结婚。真的？到时候接我出去吧，我特别想参加他们婚礼。行啊，到时候啊，我亲自来接你啊。还有啊，上个星期天，我跟国玉还有他那女朋友，到公园去划船去了。我小哥不是总看不上人家吗？嗨，他呀，老是没心没肺的。哎呀，我说这蓉蓉呢，也怪不容易的。哎，你说蓉蓉这孩子挺好的，他看上国玉哪一点了？我小哥有男子汉气概呀。是，他那也叫男子汉气概，就知道打架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。哦，那就是我的眼光过时了呗。哎，来了，快躺下歇会儿吧，别累着了啊。别让您歇会儿，一会儿就走了啊。快闭上啊！哟，二姐，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，怎么不睡懒觉了？哎，奇了怪了，平时吧，上班永远睡不醒，这不上班了吧，反倒睡不着了。哎，国玉，今天上什么班？中午上。你怎么不刷牙就喝水啊？哎，我渴。哎，对了，二姐，那天小郑把你背回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不关你什么事儿，你别问了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就跟我说说呗。嗨，碰上一流氓，想占我便宜，给我下药。谁他妈胆那么大，敢欺负你啊？这我可不能告诉你。不过，他也没占成。那天小郑是从哪儿把你背回来的？光明电影院门口。我知道了，是小五子吧？
不是他。你别骗我了，那小五子服装店就在光明电影院旁边。你就别瞎猜了，反正不是他。小五子在吗？找你谁啊？我那同学，在后屋呢。你忙吧，我去找他。你们他妈的谁啊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说谁呀？你爷爷我。孙子，他妈说谁呢？我说你呢。你他妈算干嘛弟？你跑我这儿捣什么乱呀？我是沈雅娟的弟弟沈国玉。找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事儿？你以为耍完小流氓就没事了？你爷爷我可是大人。兄弟们，抄家伙打呀！看齐敢动！谁别动！看齐敢动！没干嘛，没干嘛，你冲我笑干嘛？你看我冲你笑怎么了？没事，别总冲人笑，都这么大人了。国玉，星期天你有空吗？干嘛？又想出去吧？再说吧，啊！看什么看啊？干活！哟，怎么了？阴着个脸儿？怎么说都是哭起来了？国玉又怎么你了？他干嘛老对人那么凶啊？他要欺负你了？行，我打他去啊！哎呀，我又没让你去打他，可是我又没惹他，他干嘛对别人都挺好的，就是对我凶？你就不懂了吧？那有的人就那样，越是喜欢你吧，他越对你厉害。他要是不温不就对你笑了，那还坏事儿了呢。真的？真的。师傅，你别糊弄我了。他对我要是有对你的1/10好，我就知足了。好了，蓉蓉，这种事儿得慢慢来啊。平时对一些孩子，你别看他表面那么冷，其实啊，心地特别的善良。这样吧，这星期天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到我们家来吃饺子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别再哭丧个脸了，笑笑。就是，这多好看呀！赶紧上去吧，我走了啊。怕什么？跟小偷似的。没什么，又没干什么坏事儿。我就是习惯成自然了。你为什么有这种习惯呢？是老干亏心事儿吧？嗨，我一个穷学生，能干什么亏心事儿？你一看啊，就是个蔫儿土匪。来，那坐一会儿吧。哎，蔫儿土匪，蔫儿土匪什么意思？蔫儿土匪都不知道？
这家土匪啊，就是表面上挺老实的，可是私下里什么流氓土匪事儿都干。啥？你怎么这么说我？哎呀，你们这些男人吧，坏的太坏了，老实又太老实。哎呀，怎么就没有中间地带的呢？你说的话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听不懂算了，不教你学坏。哎，咱们今天去哪儿啊？我听你的。兜里有钱吗？有一些。那够吃一顿饭的吗？差不多一顿饭吧。那请我吃饭吧。哎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你看我这一病，让这么多的人都跟着忙。兰兰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下星期我就是你嫂子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的。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陪你说说话总是可以的。你和我哥哪天办事啊？11。到时候你们接我出去好吗？我特别想参加你们的婚礼。一定。文英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治我这个病要花多少钱？这个事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你是医生，你不可能不知道，你只是不愿意说罢了。是啊，我是不想让你知道，你现在是个病人，只需要安心养病就行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？兰兰，住院治疗嘛，总是要花点钱的。能治好吗？兰兰，我们当医生的从来不把话说死，任何事情都有个例外。不过你要相信我们医院会尽最大的努力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治不好就别治了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我是想，如果我早一点死了，大家就不用那么东拼西凑的为我花冤枉钱，就都轻松了。兰兰，你不许胡说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和你哥在，有大姐在，我们就不会让你去死，我保证。宫保鸡丁。宫保鸡丁。咱们再来个汤吧。哎，行。海米冬瓜汤。海米冬瓜汤。好了。来，再来点吧，我还有钱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。那好，来一个红烧排骨怎么样？行，随你。好，红烧排骨。红烧排骨啊，请稍等，马上就好。点太多了吧，吃不完可能。能吃得完，我肚量大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吃不完我可硬塞给你。不用你硬塞，我这肚子橡皮做的，吃再多也撑得下，就算不吃饿着也没关系。对了，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哪儿的人呢。我们家是东北的。哦，东北的，东北哪儿的？长白山的。我们家是农村的。你是农村人啊，怪不得你这么老实呢。你就别笑话我。你东北人怎么没口音呢？怕同学笑话，我狠心给他撇过来了。你天天在车上听录音机听着什么呀？
托福就是留学美国需要通过的一种外语考试。你想到美国留学？想试试。我们家穷，我得混出点模样，把爸妈都接出去。你家里穷还这么有钱？我哪有钱了？没钱你还买得起录音机，还请我吃饭？说，钱是哪儿来的？我压根就没钱，从哪弄？别的先不说，就说你今天请我吃饭的钱，不会是你家里借来的吧？不是。那你说哪儿来的？有钱你就吃呗，我说你们都干嘛？你放哪儿？你说，你的钱是哪儿来的？你不说，我不吃。哎，这是干嘛呢你？我不干嘛，我就是想让你说实话。要不然，我就认为你这钱是你偷来的。谁是贼啊？你可别胡说。就你，别看你表面上老老实实的，你以为大学生里就没有贼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是穷，但我就是饿死，也不会干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儿。那你既然不想让我把你当小偷看，那你就老实说，你的钱是哪儿来的？我卖钱卖来的钱，管得着吗？你瞪着我干嘛？卖血又不犯法。你卖了多少次？3次。第一次买了录音机，后2次为了托福考试交的报名费和辅导费。哎，你吃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出来吃饭高高兴兴的，我说这个干嘛？哎，你吃啊，再不吃菜就凉了。这菜我不能吃。你不吃，你不吃不就浪费了吗？你废话，我能吃你卖血的钱啊？今天这菜你打包回去，你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。那咱们今天吃什么？不吃，饿着，我陪你饿一顿。红烧排骨，海米冬瓜汤，年菜上齐了。服务员，你把菜打包吧。妈，还有吃。我让你打包就打包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咱们俩坐一会儿吧。行，我这儿有报纸，你垫着坐吧。好。怎么了？有什么新闻？这人我认识。他是谁呀？以前跟我姐是一个厂子里的，追过我姐。那你大姐没同意啊？
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姐他们刚走。是吗？哎，你快躺啊！不用，躺一天了，难受死。坐。这2天身体怎么样？还那样呗，浑身没劲儿，脚底下还发软。那大夫怎么说？大夫什么都不说。不过我也想通了，反正住都住进来了，他们让怎么着怎么着呗，我也做不了那么多主。大姐说你辞职了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不说这事儿了。哎，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哎，你看这谁？谁呀？这是？你没认出来？没认出来。你看像点名字。啊，他是小长哥。是啊，他怎么这样了？他现在出息了，上报纸了。就是他，以前老是爱上咱们家修理店的猫，对吧？啊！再往下看，他写什么啊？哎呀，这儿，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至今未婚。他至今未婚怎么了？你傻呀！他以前老上咱们家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他心里一直爱着大姐。啊！你是说他至今未婚，一直在等着咱大姐？我看差不多。不可能吧？他要是喜欢大姐，他早就来找大姐了。哎呀，人家现在是农民企业家了，他哪知道大姐现在嫁人了没有？倒也是。兰兰，这事儿我都想1天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去找他一趟，让他跟大姐见个面，没准儿。哎，你说大姐当年怎么就没跟他好呢？大姐当年不是认识小福子吗？不对，你想啊，小福子是什么人啊？花花公子啊，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，他样样会。长歌会什么？可现在不同了，小福子成了落魄贵族了，长歌成了优秀农民企业家了。姐，这件事情我绝对支持你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？就这2天吧。那你怎么找他？这上面有地址吗？不就是太谷县吗？凭着这篇报道，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他。哎，对了，这事儿你可得替我保密啊！我想给大姐啊一个惊喜。行，保证不说啊。那些破烂你要是用不着，就放家里头吧。回头啊，我帮你给处理了。姐，哎，其实我的东西可以放在家里。哎呀，要是用得着的话，你还是带去吧。既然已经决定在人家住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啊。结婚以后，你们还可以经常回来呀。知道。哎，结婚证领了吗？明天去领。哦，这2天呀，你多往你家跑跑啊。这结婚布置新房的，忙着呢，那甩手大爷。这吃人家的嘴短，以后啊，免不了要夹着尾巴做人。什么话呀？什么叫夹着尾巴做人呢？已经决定在人家住了，就安安心心的，别想别的，听见没有？姐，你放心，可咱们家以前什么苦没吃过呀，我能处理好关系的啊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来，这装进去。你是大学生，受的教育比我们多，别跟娟子似的沾火就着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办啊？说现在要么有一好国家，要么有一好工作，他倒好，哪头都不沾。要我说这娟子呀，她就是仗着自己漂亮，什么事儿她也不愁。漂亮管什么用啊？漂亮能顶饭吃啊？哼，我看过几年她急不急？哎，说我什么坏话呢？我可全听到了啊！听到干嘛？你这疯丫头，就欠找个人管管你。好啊，你给我找，3天一过，你再看看
到底是谁管谁了？我让他满地爬着学狗叫，他都不敢不叫。你别没正经的啊！过2天这姑娘家结婚了，你要没事的话，就帮着文艺一块儿布置新房，忙活忙活。哎呀，姐，这2天我要出去。去哪儿啊？我们车队几个女同事约好去郊区玩2天。你不都离开你们车队了吗？是，人虽然离开了，可人情还在啊。这次是公家包吃包住的，也特意邀请我去的，我也不好拒绝人家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玩去吧。你呀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哼，不用你的时候吧，老跟那跟前晃；用得着你的时候吧，你准有事儿。过来，先拿走。姐，你就让娟子去玩吧，那边不用她帮什么忙。你看那边也不用买什么新东西，到时候添张双人床就行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啊？不然过来星期2就结婚了，你别给耽误了。不会，我星期2之前肯定回来。那行。哎，姐，你以前在的那个街道厂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太清楚。这干嘛呀？不干嘛。那以前老上咱们家那个小常师傅还在吗？小常啊，后来走了，再也没听人说过他了。估计现在啊，也是孩子他爸了吧。我估计啊，在农村还不止生一个，3、4个都打不住呢。哎，你突然想起他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就忽然想起来了。那他现在应该多大岁数了？估计也快40了吧。现在这个人这么时髦，时髦？那是别人，就他傻呵呵的，只知道低头干活，永远也不会时髦。是吗？我看不见得吧。今儿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呀，这个年代出了什么新鲜事儿都不稀奇。哎，你好，买东西啊？啊，随便看一下啊。你想买什么呀？哎，这个红的，是3件套吗？是啊，现在正好特价150。小姐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280。呀，这么贵啊？对，这个做工好，在我们这算高档的。哎，这花是绣上去的吗？是啊。我觉着结婚呐，还是送这红的好，便宜喜新，还拿得出手。我们这卖的最火的就这套了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黄的好。那随你了，反正又不是我买东西。你别生气啊，我知道你是好意。瞧你说的，你花钱买东西，我生什么气呀？再说那个还贵呢，你要不要？给你开票。行，就要它了。
起干嘛？刚才你睡我身上来了，叫你也不醒，是我推你的。我知道是你推的我。你是故意的。什么故意的？故意睡到我身上啊！不，绝对不是，我有人格保证，我真是睡着了。人格值多少钱呢？那我用什么保证你才信？我也不替你人保证。哎，那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敢碰到我，别管我不客气。睡觉抽支烟可以了。行，我最后一口。这篇报道也感兴趣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点好奇。他是我们家亲戚，不好奇了吧？那我就更好奇了，我怎么没听说我们家常总有你这么个亲戚？你认识他？当然了，我是他的副手，天天接受他的领导。我不信，那你说说，他是谁？他叫常田，是山西太谷县金都服装工贸公司的总经理，刚被评上省优秀农民企业家。还想知道什么？身高、年龄、属相？不用了。哎，你是去找他的？对啊。你没跟他约好吗？谁说我们约好啊？他说好等我的。不对吧？常总现在在浙江出差呢，星期一才回来。不信？我上车前刚跟他通完电话。啊，你看着办啊！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就帮我。你要不说呢，我也不提。我怕你把我当坏人。是那小金房的你啥？看你油嘴滑舌的样，一看就不像好人。嘿，完喽！这年头啊，好人是不能做了。行，算我没说，咱谁也不认识。我问你，算我求你了还不行？行，哎，你听听，这么说话让人听了心里多舒服。哎，说吧，让我帮你什么？也许我这次可能太冒昧了，我都10年没见长哥了。你不是记者吧？不是，长哥以前跟我姐是一个厂子的，老到我们家来。哦，我好像听常总说过这个事儿。哎，你找他有事儿吗？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是为了我姐来的。哎，长哥真的星期一才回来啊？真的？